我们又回到了荷兰的生活。身为一个在海外生活20年的华人，见证了无数外国人努力适应海外生活的场景，也听过不少抱怨和温馨的故事。但我想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就是近几年欧洲的月亮似乎不再那么圆了，是不是被欧洲各种怪事折磨得有点失常了呢？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你们知道吗？最近欧洲的月亮变得不那么圆了。是的，别再梦想着来欧洲工作能让你发大财哦。当然，如果你说我赚欧元花马币在马来西亚非常好花，这是事实。不过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只是一般普通的上班族，在这里生活，这里工作，这里消费，真的难以在这里发家致富啊。就拿荷兰来说好了，昨天我想买一碗水饺面，结果一看价钱，吓得我都快吐舌头了。我才离开3个月哦，现在一碗水饺面要21欧元，这相当于我在马来西亚大概可以吃上10碗水饺面了吧。还有啊，有些家庭在冬天的时候为了省钱都不敢把暖气的温度开得太高。你看，我们现在连国家政府都还未组成好，通货膨胀还在继续，物价还在上涨，房子还是一样短缺，这些都能让你明白，荷兰可不是个天堂哦。它就和其他国家一样不完美，但是我无法告诉你在海外工作或移民好或不好，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和想法都不一样，适合我的可能就不适合你。也许这支影片能给想要出国工作的你或想要移民的你一个心理准备。在海外生活啊，不光只是挣钱不易，很多时候不管是哪国人，80%的外国人来到这里做的都是体力活，同时还要忍受着环境和生活的种种影响。我们回到荷兰已经3个星期了，见到太阳的次数不超过5天，几乎每天都是阴天，还要刮风下雨，就连我先生都说这里的天空看起来就忧郁得很。回到家里，我们可能还会感受到强烈的孤独，它就像是被雨云包围着的孤独小岛一样。如果你刚到这里或在这里的生活时间不长，这种感觉会一直存在，它就是海外的孤独感。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是无法感同身受的。我也是在这里生活了3个月之后，才真正体会到海外的孤寂。不管你有多么厉害，只要你离开了自己的国家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如果你无法适应当地的环境，尤其是语言和文化，哪怕你交了再多的朋友，你还是会感到孤独。社交生活和内心的孤独根本不是一个概念，它就像是花生酱和牛奶混在一起一样，不可能相提并论。就用我的经验来和大家分享吧。这种感觉其实从我踏上荷兰土地的那一刻就开始酝酿了，因为在那之后，没人能和我共享在海外生活的甜酸苦辣。说个简单的例子，我在海外成功面试了，我遇到了挫折或失败了，我想和谁分享呢？我周围的人吗？你认为他们真的在乎我的遭遇吗？当然啦，也许我们的伴侣会给予安慰，有些朋友会伸出援手，但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是无法被理解的，更不用说什么共同面对了。即使是夫妻、情侣也很难做到。我见过因为不理解对方的感受而分开的夫妻和情侣，就像2个人在同一艘船上，但仿佛在不同的海域漂流。那你说我可以打电话回家和家人分享啊？老实说，和家人分享的时候总是报喜不报忧，你不会想让他们担心你的，因为家人会胡思乱想，担心个没完，却什么也帮不上。所以啊，有时候我们只能把烦恼憋在心里。你们有同感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如果你是来荷兰留学的，这可不能把它当作适应生活的缓冲期哦。毕竟很多国际学生在大学期间都不会打工，交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大学圈子里的，和在社会中需要接触的人是截然不同的。虽然职场上的人际关系或是什么办公室政治，这些事在每一个国家都有，
只是在海外发生就显得特别扎眼，就像放大镜下的头皮一样。在职场稍微不顺心点，就会觉得自己被欺负了，甚至有些会觉得自己被歧视了，心里就会开始嘀咕，我在自己的国家都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等等。这些抱怨我身边真的不少，我都能听见。不瞒你说，在海外生活所遇到的这些烦心事，其实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好了，离开马来西亚后，尤其是离开了父母的保护，自己必须扛起责任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我成长的速度就像飞起来了一样。你问我这些年学会了什么，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学会了感恩，因为经历过才体会到我之前所拥有的美好，也学会了以开放式的心态去体验每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。老实说，在海外生活，每一天醒来都是一个新的挑战。刚开始在陌生的地方，没有朋友，没有资讯，不知道出门会遇到什么事情，工作上又会遇到什么挑战。如果还没找到工作，那今天会不会找到工作？每天醒来都有压力，但也正是这些压力和挑战，锻炼了我们内心的素质。所以在你打算到海外工作或生活前，必须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这些压力是实实在在存在的，等待你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挑战。那如果你现在身处海外，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焦虑，还有很强的孤独感，请相信你并不孤单，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一切。扛过去了，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很强大，你也会活得更加快乐。扛不过去，时间也会教你和他握手言和。正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情，所以每当我遇到新来的朋友，我都会尽可能提供我所知道的资讯去帮助他们，希望他们在海外的生活也能过得更顺利一些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